中国和印度在加勒万河谷地区有着怎样的隔空互动？中国又如何回应印军的挑衅？中印边界摩擦又是怎样的情况？近日，有社交媒体消息，在新年伊始，中国首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国界法》正式生效。就在这特别的一天，解放军就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对着5星红旗宣誓。但是此时，印度却出来闹事儿了。就表示印度反对党领袖蓄意挑起争端，从而以此来污蔑中国军人合理合法展示国旗。然而这还不算完，就在几天后，印度当局为了回应中国，竟然也来到中印边境的加勒万河谷地区展示国旗，并且还拍照发到社交媒体上。这在当时也在网上引起了热议，甚至有网友评论印度这是东施效颦，真的是自讨没趣。而且据印度斯坦时报、新德里电视台报道，印度安全机构当天放出了一组印度军人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展示国旗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显示有20多名印度军人排成2排站在山前，中间2人举着国旗，其他人荷枪或立或蹲。此外，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称，这是印度方面对于中国此前在加勒万河谷地区合法合理展示国旗的回应。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印度说的和做的完全不一样。此前，印度一方面强调不必在意中方在加勒万河谷地区的行动，另一方面自己也来展示所谓的亮旗照片。这不得不说，印度有点说一套做一套的意味。而对于印军的隔空挑衅，解放军也并非坐以待毙。根据印度媒体报道，中国可能正在拉达克地区东部的班公湖上建一座桥，该地区距离印方声称的实际控制线只有大概25到30公里。对于中国和印度在中印边界如此的针锋相对，真的是不禁让人想起2020年的中印加勒万河谷地区的冲突事件。这事件就发生中印边界的加勒万河谷地区，这地区位于中印边界西段实际控制线中方一侧。多年来，中国边防部队一直在此正常巡逻执勤。但是自2020年4月以来，印度边防部队单方面在加勒万河谷地区持续抵边修建道路、桥梁等设施，而且还毫无底线。就在5月，印度边防部队趁夜色在加勒万河谷地区越线进入中国领土，构弓设帐，阻拦中方边防部队正常巡逻，蓄意挑起事端，试图单方面改变边境管控现状。自此，中国和印度在加勒万河谷地区发生了冲突。但是在冲突起先，中印双方仍然通过军事和外交的渠道保持密切沟通，并且在中方强烈要求下，印方同意并撤出越线人员，拆除越线设施。在2020年6月，中印2国边防部队举行军长级会晤，印方承诺不越过加勒万河口巡逻和修建设施，双方商定分批撤军。但是没过几天，印方公然打破双方军长级会晤共识，再次跨越实控线蓄意挑衅，暴力攻击中方官兵，引发了激烈肢体冲突，造成双方人员伤亡。对于印度军方这样的冒险行径，则是严重破坏边境地区稳定，违背了中印2国有关边境问题达成的协议，也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破坏中印边境安全的罪魁祸首。然后在冲突发生后，也许是印度有亏在先，印度总理莫迪就紧急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了中印边境的局势。此次会议参加的有印度相关的部门领导人。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印中2国本星期早些时候在2国边境拉达克地区的加勒万河谷爆发的冲突已经平息，中国军人在印中近期边境冲突中没有越境，双方边防军人已经撤出冲突地点。从这里可以看出，印度总理莫迪试图去降低边境地区冲突的紧张局势，好像也是在为这次的中印大规模边境冲突降温，也是公开承认中国在此次大规模的冲突中并没有首先越界。这也预示着承认了是印度挑衅在先，而并不是中国。因此，中国对于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的意义在于，中国军人有坚定的维护祖国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勇气，面对外来挑衅和侵略坚决斗争，不会忍让分毫，因为中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在现代的边境和海防冲突中，只要有争议，双方偶尔擦枪走火或造成人员伤亡的冲突情况，那都是在所难免的。所以这就要求基层官兵能够迅速反应，当场打回去，丝毫不能忍让。
然后大家再坐下来谈判或商议约束武力，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因此，这也使得中国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并且为了国土寸土不让。这也使得中国的首部土地法应运而生，专门为了维护中国边界的安全和领土完整。这对于中国维护国家权益和国家主权有重要的作用。此外，中国此前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国界法》，目的就在于要震慑印度，并且对于维护中国边境安全的强大信心与决心，预示着中国领土神圣而不可侵犯，坚决维护中国领土的安全与完整，所以这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国界法颁布后，印度就是不信服，而且还称中国这是单方面行为，并且是不具法律效应的。此外，据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奇表示，中国单方面决定推动立法，可能会对中印两国现有的边境管理和边界问题的双边安排产生影响。印度方面对此感到担忧。巴格奇还称，无论是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还是在维护中印边界实控线地区的和平与安宁上，这样的单方面举动不会对双方早些时候达成的安排产生影响。印方也希望中国避免以这项法律为借口采取行动，以免单方面改变中印边境地区的局势。由此可以看到，印度完全都是不把中国的这部土地法放在眼里，而且也将继续在中国的边界采取行动，并且在中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国界法》之后，印度也是有采取更加实质性的回应，并在边界成功试射烈火5洲际弹道导弹，其最大射程可达5000公里，搭载有 1.5 吨战斗弹头，并且烈火5采用了3级固体燃料发动机，能够以极高的精度打击最远的5000公里的目标，这也是对中国做出强烈的回应，并以此来震慑中国。因此，中国和印度关于边界之争一直都是争端不断，且火药味满满。但是也有温情的一幕，就是在2022年新年首日，中国军队和印度军队的士兵们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的10个地点，包括所谓拉达克地区东部的两国摩擦点，互相致以新年祝福并交换糖果，以庆祝新年到来。对于此画面，印度斯坦时报对此表示称赞，并表示此举动是中印两国边境争端地区挥之不去的温暖姿态。此外，印度时报也表示，两军这一互动之举可以被看作是双方想要缓解长达近20个月边境对峙局面的表现。因此，就在中印关于边境领土之争虽然火药味满满，但是也有温暖的一幕，这也给中国和印度释放出了信号，需要加强两国在边境的互动，并且以此来缓解中印的边境冲突，加快缓和中印的关系，从而可以促进两国的和平发展，加快促进世界局势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